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贵宾的莅临。那非常感谢我们邮政局的同仁们，以及我们最亲爱的台中市民们，大家好，大家晚安。各位好，我是义纯非常的荣幸呢，今天能够来主持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健康医学讲座。我们市民呢，我首先恭喜大家，因为我们是非常有福报的台中市民，因为我们有一位呢最勤政爱民、最在意我们全体市民健康的好市长，以及我们的最好的萧副市长。我们胡市长呢，以及我们萧副市长呢，他非常的注重我们全体我们台中市民的健康。他们跟我们台中市政府团队呢，共同打造我们健康活力的台中市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一场21世纪的健康蔬食医学讲座呢，就是这一系列活动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这个讲座非常别具意义。今天这个讲座呢，希望能够带给大家非常健康的饮食观念，正确的饮食观念。很多人闻癌色变很多人闻癌色变，一听到癌症呢就非常的害怕。癌症真的有这么样可怕吗？确实非常可怕。但是这么难治疗吗？非常简单。怎么样简单呢？只要呢建立我们正确的饮食观念。等一下我们的主讲人，我们的王医师呢，他会做一系列非常精辟的健康饮食的报道。这个报告呢，会让我们大家知道怎么样建立一个健康的饮食观念，建立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让我们得到健康的身体，让我们的心灵呢能得到快乐，家庭呢能够幸福，社会安宁，国家富强，世界和平那这也是我们市府一直希望能够带给全体市民的。那我们现在呢，在整个讲座还没有开始前呢，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台中市呢，我们副市长，我们萧副市长来为我们致辞？我们欢迎萧副市长。各位贵宾，今天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实在感觉到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意外因为上一次我们办演讲的时候，我办演讲的时候我都还送纪念品，场面都还没有这里的1/3所以今天有这种场面，我觉得实在是我们台中邮局还有003的这个基金会实在是办得非常的成功。在去年也有办一个演讲，而且这个演讲每年办，每年都这么多人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那我想健康跟食物有关那我想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龙总的这个王主任、王医师来跟我们演讲。尤其是大家知道我们最近这2年来从健保局的这个规划里面来看我们黄海的这个经费以及我们癌的这个致癌的这个防治的这个经费可以说每年都膨胀。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健康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信息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个主题非常的切合大家的这个心声在这边我再一次的特别代表市长特别欢迎各位来听演讲，也要特别谢谢我们陈经理、台中邮局的所有团队，还有我们003基金会的所有的朋友师傅们，大家共同来举办这样的活动。再一次的代表市长特别表示谢谢，也谢谢我们王医师来演讲，特别谢谢王医师去年演讲了140多场，每一次的场次的人都那么多我演讲140多场，加起来可能没有一场那么多所以这边特别谢谢我们民政局的张局长也特别来到现场所以这边特别祝福今天的演讲会非常的圆满成功。接着呢，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不好意思，因为有很多的贵宾莅临，那我们不及一一列名敬请原谅。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最主要呢，像我们根据行政院卫生署的这个研究发现我们台湾地区我们国人每年呢，癌症增加的人数呢，患者的人数呢，每年都增加有1000人次以上，而且我们的国人呢，每3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死于癌症。
还有呢，我们从1990年代开始呢，这一种每一年增加癌症新患者的这个病例呢，也呈现一种高峰化的现象。这20年来呢，这个癌症死因啊，一直高居我们国人死亡原因的第1位。这为我们国家呢，这个健保的支出造成庞大的负担，每年呢，将近有100亿以上的支出。造成我们国家呢相当大的一个花费，相当大的一个负担。那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呢，我们美国人呢，每4个人当中呢，就会有1位罹患癌症。这将呢重重的冲击到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我们家庭的和谐，我们社会的安宁，我们国家的富强。因为人民是我们国家的国本，假如我们的身体健康没有照顾好的话，将为我们国家造成一种非常大的、严重的一个支出的负担。那国人不健康，国本呢就会衰弱。所以呢，为求我们国家能够富强呢，我们希望能够举办呢这一系列的健康讲座呢，从而改善我们国人的健康啊。所以今天这一场讲座非常的别具意义。可能像刚才所讲的，很多人会觉得癌症很可怕，但是呢，最可怕的呢不是癌症，最可怕是我们观念不正确，是我们的饮食不正确，是我们的好习惯没有养成。才会造成疾病的产生，才会产生疾病产生之后不知道如何医治。等一下，如果你们专心的听了我们王医师的演讲，你会发现原来治疗这个癌症是这么简单愉快的一件事情，只要改变你的饮食就可以了啊。那我现在正式的介绍我们的王医师，我们王医师呢是台中荣民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王辉明王医师。我们王医师呢，他还是我们中华民国大肠直肠外科医学会理事长。而且王辉明医师他从74年至今呢，已经成功的完成了3000多个病例的大肠直肠癌手术。这个成绩可是傲视全球的，而且王医师他这将近5年多6年以来，他成功的完成了将近700个病例的大肠直肠癌腹腔镜手术。这个成果不仅是我们国内第1名，他还是全世界前3名的医师。所以我们今天邀请的医师是一位世界级的医师，而且我们王医师呢，他也是我们国内首创运用医所智慧型声控定位机器人，用那个机器手臂给替行那个手臂帮忙协助开刀，是我们华人世界的第1名第1位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医师呢，他是这方面的权威。那非常荣幸为市民呢邀请到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医生来为各位来讲解今天的这个饮食健康防癌的讲座。那王医师呢，他非常的不仅是医术精湛，他还非常的人心仁术他今天完全是排掉了他的门诊，来到这边为我们做这一场免费的医学讲座那王医师去年呢，他还办了他讲了全球包括美国、加拿大，总共讲了100多个场次100多，在短短的3个月讲了100多个场次，真的是非常的发心。那今年呢，如果有各个团体想要呢申请王医师呢办这个医学讲座，你们等一下听完，你们会非常踊跃的想要来登记那现在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王医师的莅临，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王辉明王医师。各位贵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今天我的演讲主要是从癌症，尤其是我的专长大肠直肠癌来讲，为什么我们饮食一定要改？待会儿大家就注意这个荧光幕，我所有的内容大家一步一步看这个荧光幕，那听我这样深入浅出的这样讲，大家就会了解。那现在我开始今天的讲题，我的题目是看这个幻灯片就知道，
好，大家看这个荧幕，我的题目是健康与防癌，如何能吃得高枕无忧？那重点就是癌症。那首先，我们看一张影片，这是底下的照片，就是一辆727失事的照片。那跟今天有什么关系呢？那我要谈的就这架失事的飞机来讲。癌症的严重性目前的情形，目前全地球每年死于大肠癌的人数，就一个癌症大肠癌，一年统计起来5万人，一年5万人除以365天，一天137人，等于什么意思呢？一天摔一架727的飞机的人死于大肠癌。所以，癌症真的是危害我们这个地球人类最大的因素。那癌症的严重性，我举一个美国死于癌症的比例的统计，让大家知道。美国人在1914年，他们用老鼠做实验，然后把这个老鼠的实验结果套用在人的生活方式。他的实验是这样：2组老鼠，一组吃肉比较多，一组没有吃肉。那结论是，吃肉的这一组老鼠长得又快又壮。然后当时他们把这个动物实验的结果应用到人身上，所以隔年1915年成立了推广肉食的这种公益团体。鼓励美国人应该吃肉，身体才会健康。1920年起，受了这种影响，美国人家家户户吃牛排、吃汉堡，这种生活习惯改变了。早期从清教徒从英国移民到美国，不是这种过日子的，开始这种生活方式。结果发现什么问题呢？美国人死亡原因里面，死于癌症的人数一年增加。1900年，27个死亡才有一个是癌症。当然那时候的人的寿命没那么长。50年后，1950年1比8，8个人里面有1个死于癌症。公元2000年1比3。所以饮食习惯的改变，使得癌症的人数越来越多。台湾呢，大家看看这个表，台湾有统计死亡原因，最早是民国41年，大家看癌症才排第8位，前面几位都是传染病，的问题，卫生习惯的问题。10年之后，民国51年，恶性肿瘤死于癌症的爬到第5位。在10年后爬到第2位，从民国71年起，癌症就是台湾的第1死亡原因，居高不下，一直到现在20几年了，而且死亡人数每10万人口20年增加1倍。民国71年，大约每10万人口才死78人，20年后这么高。2倍多，每10万人口的死亡人数150几人，整增加1倍。再看下去，民国90年的死亡原因统计卫生署的表，第1名是什么？癌症，占多少比例？给大家看一下，26.05，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民国90年起以后，4个里面有1个会死癌症，4个里面有1个。今天在座有将近1000人，我敢说，你们将来有250个以上会死于癌症，照这个比例。而且这个癌症的人数年年增加，到2003年已经67500人，去年2004年快要7万人，今年一定破7万。那给大家算一下数字，一年365天，有几分钟呢？算起来是525660分钟。那算这个做什么？
这么多分钟里面产生了将近7万人，我们除以7万人，一个人多少分钟？7.5分钟。从我刚刚开始讲到现在，台湾已经有多一个人又多了癌症了。每7.5分钟，台湾有一个新的癌症产生。每7.5分钟，今天我们大概讲1个多钟头，可能就产生了20几个癌症。你说可怕不可怕？癌症真的非常可怕，而且用于治疗癌症的医疗费用、健保费用，算给大家看。我们现在每年正在治疗的癌症7万人左右，平均一个人用14万，所以一年至少支出是100亿元。这个100亿元支出还不是每个人救得活，大约超过60% 的人会死于癌症，可是每年钱还是这样花。那我今天演讲的目的就是说，这些钱其实可以省起来，改变饮食就好。所以今天我先介绍癌症怎么来的。那癌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接触到很多的致癌的因素。那致癌的因素很复杂，不是一句话短时间可以讲明白。不过的分类大概是这样，请大家看下去。致癌因素其实是基因的问题，主要最大的原因是先天因素，就是我们父母生下我们已经遗传了这个基因，那个本质出了问题。那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无法控制，因为你生下来就是这种基因。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后天的因素，后天的因素就是我们所住在的这个整个大环境。这个大环境要分内在外在，外在的环境就是我们所居住的水、空气，还有无射线种种的接触的致癌因素。内在的就是我们要分2类，自己本身的问题。自己本身哪些问题呢？生活习惯，第一个，这个一定要讲究，一定要修正，不要抽烟，真的不要喝酒，不要嚼槟榔，这些东西的确会致癌物质产生癌症。另外一个就是饮食，饮食是我们唯一可以有效控制、可以抗癌的。我们饮食中间的确会接触到很多致癌物质而得癌症。以下我用一个简单的动画来讲给大家听。我以大肠癌为例，这是我们的大肠。我们的大肠里面有好多的黏膜细胞，每天的接触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我们把它微小化，每一颗就是癌，就是我们正常的细胞。我们正常的细胞会接受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我们这个表面有很多的接受体，每一个细胞里面就是一个细胞核，里面有染色体。这个染色体会受外界的我们所吃的东西影响，那而产生分裂。那这个分裂一旦受到我们饮食的干扰，会变性。那这些因素就是我们饮食的里面的内容物。那我解释给大家听，看这个动画。我们每天的表面细胞表面接受了我们所吃的各种饮食的分子，这个分子会接触到细胞膜。这个细胞膜把它放大看，就是这个样子，真正是这个样子。它会来接受很多接受体来接受我们所饮食的分子，然后引起分裂。这个动画是真正已经研究出来是这个样子，一个讯号会传给一个讯号，传下来以后，这个所有的分子会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引起细胞的分裂。它会把这个讯息带到各个需要担任的各种分子，这种分子的那个名字很长，我不在这介绍，给大家看。然后这个分子传到里面，经过细胞质，然后往细胞核移动，这个就是细胞核。到了细胞核，经由门口进去，进到细胞核里面，然后会跟我们细胞里面的 DNA 产生变化，然后引起很多酵素的作用，然后会引起我们的 DNA 是两个螺旋状的。然后酵素过来的时候，会把这个 DNA 拆掉，现在开始拆掉以后，开始变成讯息 RNA， 很多分子就卡进来了，就产生开始分裂啊，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刚刚解释的细胞分裂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大肠的黏膜的细胞会受到我们所吃进去的吃进去的饮食刺激而产生分裂。那刚开始分裂的时候，达到一个程度，细胞开始变性，这些癌细胞会释放出，进一步它要长下去，会释放出很多的血管增生因子。这个血管增生因子会来刺激血管的增生，然后血管会乖乖的长到这个细胞里面，因为这个细胞没有血管的滋养，它不会长大。那进一步，这个癌细胞有机会会漏到这个增生血管里面去，然后再进一步就开始往各地方跑出去。癌症的转移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步，血管新生，这个已经被研究出来了。然后跑出去的癌细胞就到处乱窜。穿出去外面又开始着床又一个新的据点又开始增生，所以癌症不好控制就是这样，就是里面有你自己的细胞和染色体 DNA， 经过刚刚我讲的那个过程，就是我们饮食的一些致癌物质分子刺激而产生这样的变化。那我用一个血管增生，就是癌症要发展的最大的因素，给大家看一个动画。癌细胞分裂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长不下去，因为它没有营养，会缺氧。缺氧的时候，它会释放出很多它的救命的分子，叫做血管增生因子，然后会刺激血管壁。血管壁的细胞受到这种癌细胞的增生因子刺激的时候，它会引发血管增生。那这个就是血管分子卡到那个血管壁的时候，血管就乖乖的会长血管，往哪里长呢？往癌细胞长。这个血管就这样跑到癌细胞。原来缺血的癌细胞，一旦有血管长进去的时候，就不得了了。怎么不得了？癌细胞有这个你自己的血管营养滋长，就一直长得无限大，一直长到一个程度。癌细胞就会从这个增生的血管的管道由这里往外转移，那转移出去的时候，就是癌症不可收拾的最惨的地步。然后这个癌细胞跑到血管里面去，就是转移，是我们所有癌症致命的因素。那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血管新生。那讲到这边，大家都会很害怕，再听我讲下去。这是实际，真正的照片，一个微小癌里面，我们用显微镜看，你看看是不是很多的新生血管来滋养这个癌细胞。那这个理论最早是要感谢一个医生。卡梅雷这个医生，他是得诺贝尔奖，他是研究癌症血管新生最有名的一个学者。他这个研究报告发表在公元2000年 Nature 这个杂志。一个文献要发表在 Nature 杂志是不简单，自然杂志是不简单。他那时候已经研究出来，癌症的确会经过这一步血管新生的过程，而且癌细胞会这样跑出去。这个是他电子显微镜证实，的确有癌细胞在这个血管里面，而且请大家注意听，每公克的癌组织1公克，每天有这么多10的6次方，10万个，每天10万个出去，每天10万个出去，跑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到处跑。大家想到这个就会害怕。你看，在很小的状态，微小的状态，癌细胞其实早就出去了。很多病人来给我们开刀，99%其实有症状的癌细胞超过1公克，血液中一定有癌细胞了。可是不一定会转移，或者是3年5年后转移。主要的是因为我们人体也不是省油的灯。有一种能力可以把癌细胞挡下来，这个能力是什么？
虽然癌细胞可以这样跑到血管，但是我们血管里面有很多的细胞会跟它交互作用，很多的血管里面的细胞通通称为一种能力，这种把癌细胞挡下来的能力叫做免疫力。那再来我要讲免疫力是什么？免疫力就是我们血管里面细胞，还有细胞分泌出来的抗体，还有其他很多补体等等那一些总和的作用。那在我们血管里面有这些细胞，最常见的就是红红的，好像体液这种东西是红血球，这是运送氧气。第二个就是血小板，我们万一流血的话，会帮我们止血的这个东西。那免疫力其实是这个绿色的白血球。那以诸位的体型而言，大概现在在你体内正在跑动的循环的白血球很多，大概250到500亿个。所以虽然刚刚讲过，我们以癌症的过程里面，微小癌状态1公克的癌细胞，每天就有10万个癌细胞跑出去。可是你身上血液里面有500亿个免疫细胞对付10万个，当然绰绰有余，等于5万个对付1个。那这个免疫细胞里面，我们分成2类，第一个是淋巴球，第二个是巨噬细胞。这个淋巴球跟这个巨噬细胞真的是将近500亿个在这血液里面跑，就是我们抵抗癌症往外扩散的最大的工程。那淋巴球比喻起来就像我们的部队、步兵，我们的步兵。巨噬细胞在免疫系统里面形容起来，这个细胞很大，就是我们免疫部队的坦克车。这2个细胞可以把我们癌细胞挡一阵子。那这是真正我们临床上、医学上看到的情形。这是一个淋巴球，杀手细胞正在杀这个癌细胞的过程，它会分泌抗体，把癌细胞杀死，弄破一个洞。那临床上我们也研究出来，比如说这是一个病人，一个得肺癌病人的病理切片，病理切片显示红色的这种杀手细胞比较少，所以它的抵抗力比较弱，所以这个病人只活了37个月就死了。反观另外一个病人，这是另外一个病人的病理切片，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杀手细胞，杀手细胞多，免疫力强。这个病人实际上活了139个月，11年多还没有死。有癌细胞存在，可是免疫力强，癌症挡住了。那这个是显微镜底下，电子显微镜底下看的巨噬细胞。巨噬细胞顾名思义，有巨就是很大一只，噬就是吃，它会吃什么？它是我们人体这个坦克部队扫过来，把所有的细菌、病毒，甚至癌细胞整个清掉，整个吃掉。清掉以后，它会阵亡，就是它的留下来的东西就是脓啊。我们化脓就是这个巨噬细胞的结果。那比如说，这是一个我们电子显微镜底下看的肺部发炎的情形，这是肺泡，这是红血球，肺部受了好多细菌的攻击，那免疫细胞、巨噬细胞过来，整个把它一个一个清光，最后这个会清的东西排出去就是我们的痰所以肺部发炎会咳痰，就是这样。那这个细胞在哪里制造呢？就是在我们的骨髓，这是我们骨髓的放大的照片。骨髓里面，这个是还没有出生的巨噬细胞，这个是刚形成的巨噬细胞。这么小只，它会长大，进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开始做我们的巡逻工作，清理异物、细菌、病毒，甚至癌细胞。比如说，我们这些免疫细胞，这是杀手细胞或者其他淋巴细胞，这个是巨噬细胞，共同的合作可以把癌症把它消灭。以下我用一个简单的动画来说明这个过程，因为没有那么小的卡梅拉来照这种过程。比如说刚刚讲过，
1公克的癌细胞，每天已经有10万个癌细胞黑黑的这个跑进去。不过没有关系，500亿个的免疫细胞会开始发起作用，它会快速的靠过来增生，分泌抗体，把这个癌细胞消灭掉，各个消灭。巨噬细胞也是这样，它在我们人体的组织里面巡逻，比如说看到一个很小的微小细胞开始产生了，它就靠过来；一个微小细胞产生，它马上靠过来，我们的巨噬细胞会把它吃掉。杀手细胞会把它破坏掉，所以体力好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体力好？免疫力好。所以整个过程我再跟大家复习一次。其实我们身体上大约有100多种的细胞都会变质，变质就是癌化。癌化的过程刚开始都是很小很小，我们称为微小癌。多小呢？可能画一个句号，画一个句号就100万个。等一下我算给大家看。然后进一步，癌细胞要长下去的时候，一定要血管增生，然后长大一个程度，癌细胞会漏到血管，然后跑出来。那刚刚已经说明了，我们的免疫细胞将近500亿个癌细胞在这个阶段会把它挡住。可是有一天饮食的不正常，这个不行了。这个不行叫做什么？免疫力下降的时候，你就代谢垮掉了，你就开始癌症就开始肆无忌惮的长，癌症会这样进一步的到处乱跑，跑到全身，让你转移，到处胀满了，而造成生命的死亡，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癌症就这样达成它的目的了。所以重点是什么？免疫力下降。抗癌最重要就是免疫力的提升最重要，免疫力的提升跟饮食有关。为什么免疫力会下降？饮食造成的，的确99%都是饮食，这种饮食的不正常累积很久了，免疫力逐渐下降。其中最为讨论的就是酸性体质的产生，这只是一个概念而已，里面其实很多微细的分子的作用。第二个就是我们所有吃进去的东西都是经过肠胃道，这个肠胃道从嘴巴到肛门里面布满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所有人70%的淋巴组织是在我们的胃肠系统，尤其是这个大肠，大肠里面到最后会装了好多的细菌，这个细菌的种类数目的多寡。我们所谓微生态，我们外面有一个生态是外界的，大家都不晓得。我们这条大肠里面的微生态何其重要，因为这个没有照顾好的话，这些细菌真的会作怪，会产生很多致癌物质，而且产生很多毒素。最终的结果，饮食不正常，酸性体质产生细菌不正常，最后会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现在又渐渐认为，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外界的感染、细菌、病毒。现在很多癌症、很多新的疾病都跟病毒有关。的确，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很多癌症真的是致癌病毒产生的。那癌症其实是这个总和的一个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癌症才会产生。所以以下我会讲饮食，进入今天的主题。首先跟大家讲为什么会酸性体质。酸性体质其实是大部分的饮食的新陈代谢最后都是酸的。我们的饮食不外乎是蛋白质、脂肪跟糖类，吃进去体内以后，经过刚刚那复杂的细胞的使用，把它分解这个过程，我们叫做新陈代谢。这个新陈代谢当然把物质分解合成很多我们需要的东西。这个整个化学反应的过程会产生废弃物，产生酸。蛋白质里面的硫跟磷产生硫酸、磷酸；脂肪、弱酸、乳酸、胶葡萄酸，还有好多酸，通通大部分都是酸的。这个酸的
人体一定有一个机制把它平衡酸碱中和。那酸碱中和大部分都是靠矿物质，以2个最代表性，一个是钙，一个是钾。大部分以碳酸钙或碳酸钾存在，一样我们可以吃进去。这个矿物质比较多的，就可以提供这种综合的物质来中和这些酸，一样的吃进去。大家假如有学过简单的化学，大家晓得这个方程式，1分子碳酸钙加1分子硫酸，加起来是什么？硫酸钙、水跟2氧化碳。2氧化碳经由血液送到我们的肺部，呼出去就好。水从小便出去，其他的矿物质也尿出去或者解出去。假如饮食正常有平衡的话，就不会出问题。可是我们饮食不正常的话，酸性体质就渐渐累积。那以下是这个表，请大家一项一项看。我们饮食里面，我把它分成动物性的跟非动物性、植物性的，的确。它的中产，它的最后的酸碱度，我们把它分成这6种不同的食物属性，从强酸到强碱。首先，强酸性的动物性的食物有蛋黄、乳酪、乌鱼子、茶饮，这些东西真的产生很多的刚刚的工厂废弃物，酸的比较厉害。非植物性的白糖真的不要吃太甜，柿子、油、盐、味素这些是属于偏强酸的。中酸性的一般都是肉类，所有的肉类里面代谢产物最后的遗留物都是中酸的。植物也有，以面包、小麦、吐司这个是中酸的。弱酸性的海鲜类就是弱酸性的，动物性里面海鲜类都是弱酸的，海鲜。蛤蟆、章鱼、泥鳅鱼都是这个。植物性的呢也有面条、米粉、海苔、啤酒、酒里面弱酸的白米、花生、炸豆腐都是。弱碱的动物没有，但是植物就开始多了。这些种子性的植物，地里面的植物就很多，红豆、萝卜、苹果、橄榄菜、洋葱、豆腐。中碱性的只有一种，动物性的只有就是蛋白，蛋白最终的新陈代谢物是中碱性的。植物可多了，所有的青菜水果几乎都是中碱性的。强碱的动物没有，植物有这些好东西：葡萄、茶叶、葡萄酒、海带芽、海带、玉藻。尤其海带芽、海带、绿藻这些叶绿素高的，含有矿物质多，这个强碱性的。由于大家几年来饮食的偏差，假如喜欢吃这一类的食物的，渐渐的你体质、你的体液会累积很多废弃物，酸性的废弃物，酸性的废弃物进一步会造成你细胞的酵素的系统出了问题。刚刚有一个电脑动画，我们的酵素系统关系到细胞的分裂、蛋白质的合成等等，最后会癌化，是这样的渐进的过程。那酸性体质是很多疾病的罪魁祸首。那最推广最工程最大的是大阪大学的片奈蛋博士。那在西方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医生 Dr. Brady， 他曾经写了一本书，他说酸毒是所有疾病的基础，一切疾病都是累积了很多酸毒，所以我们偏酸性的体质其实是代表你已经累积了很多废弃物没有排出去。那体质酸化的过程是渐进的，那我们的定义是你的 pH 值血液 pH 值小于7.35，就是这种情形。那刚开始的变化是这样，首先血液开始变质，怎么变质呢？血液变稠、变高流速变慢，含氧量降低，进一步会造成末梢循环不良。末梢循环不良进一步会使你到处手脚酸痛、冰冷，进一步影响到中枢神经的话，它的症状是失眠、昏睡、嗜睡、记忆力减退、功能降低。那就像这个动画显现的，
刚开始饮食正常的话，血液里面的流速是很正常，渐渐的酸性食物吃太多，血液的流动就像这个动画显现的，血球流速很慢，带氧量的能力降低，含氧量降低，渐渐的组织缺氧，组织缺氧以后就到处哪里酸痛、头昏、眼花等等一些功能性的障碍开始产生了，再进一步气质上的变化就开始产生。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会发现，酸性体质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减弱，主要的原因是细胞里面的酵素系统 enzyme 那些酵素系统或者那些辅酶会效率减低，所以比如说胆固醇的新陈代谢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累积会使我们的血管硬化，血管硬化就像这个图显示，慢慢的堆积在血管的黏膜下，堵塞的血管，产生很多血管硬化、阻塞的病变，在脑就是中风，心脏血管疾病就是心肌梗塞，还有其他的病变，就是这样渐渐产生。那葡萄糖代谢能力降低，我们的细胞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这个葡萄糖，葡萄糖会堆积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就是高血糖症。再高下去，糖分就从肾脏的细胞经过那个滤网跑到尿里面，就变成糖尿。所以这个是渐进式的。进一步，乳酸的代谢出了问题，乳酸普遍会堆积，就会产生疲劳感，就是乳酸的堆积。还有尿酸的堆积，堆积到一个程度，沉淀在我们的关节组织，就是所谓的痛风症，沉积在肾脏病。进一步，热量的代谢产生问题，所有的热量会转换成脂肪酸、乳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的很多的脂肪细胞，开始肥胖，然后免疫力一天一天下降，因为普遍所有的细胞的新陈代谢降低，你本身那些500亿个免疫细胞一样受损。那列出一些酸性体质的生理表征，请大家自己 check。首先，皮肤会没有光泽，因为皮肤的细胞一直在换，皮肤会渐渐没有光泽。第二个，稍作运动即感疲劳，因为末梢循环缺氧，然后脑部也缺氧，上公车就想睡觉，上下楼梯容易气喘，然后运动神经缓慢，步伐缓慢，动作迟缓，肥胖，下腹突出，免疫力下降。最常的症状就是很容易感染到霉菌还有病毒，所以很多感冒，人家感冒常常会感冒，然后长香港脚，这个是代表你免疫力下降。那这个病毒一旦重复的感染，不小心感染到致癌病毒的话，就非常可怕。那这个病毒我跟大家介绍，病毒是很微细的一个分子构造，有 RNA 病毒，有 DNA 病毒，就一串的分子。这些分子会攻击我们的细胞，进到细胞核，产生一些病变。那这一张图是淋巴球受到艾滋病毒攻击的一个照片。那病毒的长相就是这样，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它直接接触在这个细胞膜。那像这个病毒就成功了，它已经把它病毒里面含有的 DNA、RNA 已经冲进这个细胞里面。等一下，这个跑进到这个细胞核里面，会控制这个细胞核，开始复制病毒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利用这个细胞工厂无量的复制、无量的散布，它的行为跟癌细胞的产生很像。那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电脑动画的病毒，这个是很有名的，1918年那个 H1N1 的西班牙流感的病毒。这个病毒1918年简体留下来，到最近才被研究解开的是这个样子。这个病毒让我们地球死了4000万人啊！1918年。那现在讲致癌病毒，
我们现在的确临床研究，像子宫颈癌已经晓得跟人类乳头状病毒有关。这两种癌症，一个淋巴癌，一个鼻咽癌，都跟这个 EB 病毒有关。肝癌跟 B 肝病毒、C 肝病毒都有关。艾滋病毒会产生恶性卡波西萨多玛，恶性肉瘤。所以渐渐的了解这个病毒跟癌症有关。那为什么会感染病毒呢？免疫力下降跟饮食有关。所以以上介绍到这边，再来跟他讲癌症的数目大小，算起来会让大家吓一跳。像这个是我们病理切片的这个长度，我画这一条线大小才0.5 米，这么长的距离里面可以排将近50个癌细胞，所以1米的长度是可以排100个。所以算给大家看，1米乘以1米再乘以1米，1米30万等于100乘以100乘以100，多少个？100万个。所以癌细胞就是这么可怕。你拿个铅笔画个圈圈、小圈圈，就已经100万个了，这么多。癌症病人是酸性体质，很多我们临床观察研究都发现，北荣邱仁辉医师研究600个癌症患者的体液，证实85% 都是偏酸性的。日本的柳城文正博士研究100个癌症患者，也都发现都是酸性体质。那血液的项里面都是钙减少、镁增加。主要是酸性体质的时候，早期为了要中和这些酸性，用掉了很多细胞外的血液里面的钙，然后钙离子移到细胞内的话，会移出很多电位平衡所需要的镁离子，所以一来一往的话，会发现钙减少、镁增加的这种体质。再来讲，免疫力下降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大肠这个肠胃道。我们研究发现，大肠里面那些几百种、几万种的细菌里面的平衡产生不均的时候，会产生免疫力下降。那这个就是微生态的问题。我们研究发现，真的70% 的淋巴组织就是分布在肠胃道。肠胃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个肠胃道的细菌失衡会造成免疫力出问题，会产生很多疾病。那最早研究这个的是1972年东京大学微生物系教授，一个叫做本间道，一个叫做光冈之助。他研究的确，肠胃道里面假如很多致病性的微生物，像这些照片显示的这些致病性微生物，的确会产生不好的东西，它称为毒素。他把它分析的结果是这些东西，而且数目有多少呢？将近15兆个，15兆个是很可怕，15万亿，一条大肠里面细菌就是这么多。这些细菌会产生大家每天解出来那个味道的东西，就是这些等等。什么东西呢？氨、阿尼亚、硫化氢、吲哚，我翻成吲哚。粪臭素、湿毒素、尸体腐烂的那种东西，这些毒素，光冈之助教授跟本间道教授研究，这些毒素其实存在在我们的大肠里面，而且大肠的黏膜会吸收进去，每天谁来解毒呢？肝脏。我们时时刻刻这个肝脏要解从这个大肠吸进来的那些毒素，久而久之，肝脏会伤害到。甚至达到一个程度，解不干净的时候，这些毒素怎么会通过肝脏跑到血液里面去，跑到全身的循环，到处跑。那这些毒素跑到血液还得了？的确，这2位教授研究，在某些人的血液里面抽血检查，可以检验出跟我们大便放出来那恶臭的这些毒素的成分的确存在。所以光冈之助教授称为这种状态叫做什么东西呢？慢性的自我中毒。为什么叫做慢性？因为是要经过几十年。为什么叫做中毒？自己产生毒素，自己毒自己，久而久之，细胞很容易老化，免疫力会下降，这是另外一个原因。那其实这个研究要讲这个背景的。光冈之助教授其实是研究这个日本人
一个是都市里面东京地区的人的平均寿命70几岁，还有长寿村，同样日本人长寿村的寿命接近100岁，怎么差这么多？差20-30岁。进一步研究才发现，东京地区的饮食跟长寿村的饮食不一样。再进一步发现，饮食的不一样会造成肠道细菌的不一样，造成一个是慢性中毒，一个可不是，寿命就差这么多，是这样来的。另外还要讲致癌物质，致癌物质研究最有名的就是 smoking 抽烟。大家晓得抽烟有害，没有错。烟里面除了尼古丁以外，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烟焦油。里面的最主要成分就是苯基欧普林这一类的苯基嘌呤。那我们晓得香烟里面有很多这种东西，抽烟一定会致癌。可是大家不晓得我列出来的这种食物，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牛排，这是大牛排，一个小牛排，一个大牛排。这个肉类的这种烧烤过程，研究出来会产生这种多环酚香碳氢化合物，多环的，会使我们的 DNA 突变，而且这种化合物的致癌力量比苯基嘌呤还高1万至2万倍，这么高。所以喜欢吃这一类食物的人一定要小心，因为算起来是这个样子。1公斤的烤牛肉等于抽600支烟的致癌物质，所以以后你要吃这个食物的话，你就想象看，这个盘子排了100支香烟在这里，你假如天天吃的话，1个礼拜抽700根烟，1个月就上千支、3000支，1年下来就36000支以上，跟你保证，有一天一定会挂我的门诊，一定会得大肠癌。此外，还有不只是这些东西，甲基胆灰也是很可怕的。亚硝酸铵，亚硝酸是硝酸盐的污染。原来肉类没有这个东西，是我们为了要使肉类鲜红好看而产生的。那还有联苯胺也是，还有5酮基类固醇，这一类都是肉类里面特有的致癌物质。这些分子会影响我们大肠的黏膜，进一步跑到细胞里面，引发很多不好的 DNA 的 copy， 那些酵素出了问题。最终我会有一个动画给大家看这个过程。没有错，我们临床研究的是肉类消耗量越来越多的国家，真的大肠癌越来越多。大肠癌的长相就是这样。我们用大肠镜看进去，就是长一块在这个黏膜上面，这个细胞的增生增多，而且变质。这个黏膜开刀开下来就是这样一块。那美国人最多了，北美跟欧洲，他们喜欢吃肉，真的大肠癌超多。统计起来，在公元2000年，大肠癌是美国第2高的癌症，第1高是肺癌。有多少人呢？每10万人口66人，66人。那66人是多高呢？台湾目前大概是32，每10万人口大概32，台湾还是美国的1/2。不过，大家假如不改变饮食习惯的话，跟美国人一样看齐的话，早餐煎个蛋、培根肉，吃起司，中午吃汉堡，晚上吃牛排，我们将来台湾的大肠癌人数一定会追上的。每年在美国，15.5万人得大肠直肠癌，一个癌症。所以吃肉真的很容易治病。其实美国人有识之士已经在检讨了，谁呢？美国参议院营养问题特别委员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检讨这个问题，主席是以前总统候选人麦克加文，他 collection 他召集了很多研究机构，包括以下这些。美国癌症研究所、营养的、心脏血管的、农业部的、保健福利部的所有专家、医生学者，再结合欧洲系统的、英国皇家医学的调查，还有北欧的，联合来研究我们西方人的饮食是不是出了问题。所以上一次最有名的调查是抽烟嘛，烟害的确公认抽烟对西方人这个影响很大。得肺癌、心血管疾病、高血压、肺气肿，抽烟真的不好。这个调查报告一出来，很多人要告
烟商。我不晓得这个报告出来，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告卖牛肉的，就不知道。他们的结论是这样：吃肉真的很容易治病。他认为先进国家美国、欧洲饮食方式有错误，不能这样吃，吃太多肉了，而且很容易得癌症、心脏病、中风、糖尿病。那治病的因素就是饮食错误。进一步，这些慢性病，现代的医学进步的医学无法根治的，开刀也开不好，但是可以仰赖改善饮食来治疗。他们的结论是这样：改变饮食，原来得的这些文明病、慢性病可以改善，包括癌症。而且他们研究发现，吃淀粉比较多的国家跟吃肉的国家比较起来，真的多吃蔬菜水果的国民比较健康。那同样的一个时期，全美科学研究特别委员会也发表一个结论，他说肉食者比吃素的人，癌症的发病率可以高20到40%。而且我们研究我们晓得食物中毒，很多肉很容易腐败，卡了很多细菌，很容易中毒。那最常见的列2个细菌给大家参考，这一串很像葡萄的，就是很多食物中毒的元凶——葡萄球菌。因为葡萄球菌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皮肤身上，厨师或什么不洁的 touch， 没有戴手套等等，这个细菌一感染滋生，你吃下去以后，葡萄球菌很容易产生毒素，大约4到6个钟头就可以让你上吐下泻了。右边就是大肠杆菌，所以肉食是很不安全的食物。另外还有一个很可怕的药物污染，大家都晓得我们蔬菜水果有杀虫剂、农药的污染，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肉类一样有。美国人调查肉类食品的杀虫剂，所谓农药的污染，残余量高达55%。那这是怎么来的？因为在饲养这些动物食品的过程中间，那些饲料里面有农药、撒 DDT 等等那些，而且喂食这些动物的过程，你想想看，会去洗一洗再给牛吃吗？从来不可能的。植物呢？植物的残余量普遍小于10%，植物的残余的农药还可以用洗掉的。那美国人进一步调查母奶的成分，他们发现吃肉食的母亲的母奶，农药的残余量是吃素的35倍。真的，你长期吃这个会贻害到你的下一代，你的小 baby。还有，养殖业者为了使这个养殖的过程顺利，不要得病，大量的喂食动物的抗生素到肉类。我们吃的这些东西，人类会间接吃到这些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因为是动物用药，而且给的量都很超量，人类吃了这个残余的抗生素会产生不好的问题，其中就是影响我们刚刚讲的大肠的微生态，我们大肠里面的细菌的种类会被你破坏掉，平衡会破坏掉，进一步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残余的抗生素，万一有一天这个细菌让你治病的时候，我们医生没有药医，因为你已经长期吃了这些可怕的抗生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养殖业者为了使那个养殖量快，早一点卖，他们加了一个可怕的东西——生长荷尔蒙。以前那个鸡大概3、4个月才能卖嘛，现在不用了，3个礼拜就可以卖了。小鸡孵出来打生长荷尔蒙，3个礼拜。所以诸位可以看到报纸曾经有报道过，8岁、9岁的小女生就来月经了，9岁、10岁乳房发育非常好。早熟了，什么原因呢？间接吃到的这些生长荷尔蒙，那这些对这种幼童很不好，太早的发育，将来都会产生很多疾病的。
这个我们看下一个，再来大家了解这个真的我们饮食的不正确会造成健康的问题。以下我报告，我们只要改变饮食，真的可以健康。请大家多吃这个幻灯片上面所列的这些东西，多吃蔬菜水果，你会变得很健康。因为我们的蔬菜水果可以改善我们的酸性体质，因为植物性的食品含有很多的钙、钾、矿物质，可以保持血液的适当的碱性，可以来中和这些有害的酸性物质，把它排出体外。第二点，蔬菜水果多的这种大肠微生物比较好，都是比较有益菌。我们这一条大肠，你假如一开始吃蔬菜水果这一类，会培养出很好的细菌。最有名的就是必必得氏菌、双叉杆菌、乳酸菌。这两类的细菌，两大类的细菌，真的存在我们大肠里面，对我们的健康超好，真的是超好。它可以帮助我们分解那些有害物质，而且不止这样，还可以废弃物利用。这两个细菌真的是我们的清道夫，它不会合成很多毒素，反而解毒，而且还制造免费的很多维他命。这些维他命被肝脏吸收，不是伤害肝脏，是强化肝脏，强化肝脏进步，那些毒素减少了，增强了免疫力。这个也可以说明光当之子教授跟北街道博士1972年的研究报告。为什么吃蔬菜水果的那些长寿村的日本人活到100岁？答案就是这样。其实你有癌细胞没有关系，你只要改变饮食，改变酸碱值，提升免疫力，这个癌细胞是会萎缩的。我们临床上也看到很多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只要改变饮食，这些增生的因子会被我们这些有益的物质 block 掉。癌细胞会渐渐的萎缩而枯萎，临床上的确看到这种实际的例子，我以下会报告给大家听。真的只要改变饮食，我们癌细胞是会消灭掉的。我们很多观察真的也看到这样，吃蔬菜水果的人得癌症真的比较低。一个有名的例子去调查，就是在德国北方有一个汉贼这种族人。他们这些族人一辈子都吃蔬菜水果，当地的医生去调查，100年来没有人得癌症。第二个有名的调查是研究移民到夏威夷的日本移民，他们发现第一代与第3代大肠癌得的比例居然不一样，原因是饮食不一样。第一代的日本人还保留原来在日本的饮食习惯。肉类真的没有吃那么多，第2代还看不出来，到了孙子那一代、第3代，跟美国人的饮食同化了，就是刚刚我讲的，跟美国小朋友一样，早餐煎蛋、培根肉、cheese， 中午汉堡，晚餐吃个牛排，大量的这种酸性物质的饮食，结果发现孙子那一代的大肠癌跟祖父那一代不一样，同样日本人。饮食习惯改变，得癌症的比例不一样。另外，同样是美国人，摩门教徒、耶稣在灵会教徒，教义上不鼓励吃肉，所以偏向不吃肉的这种情形，得大肠癌的比例跟一般美国人也不一样。这个是跟大家列举的 HHI 的疗养机构，这是在19世纪末，在波士顿一个疗养机构，一个教会的疗养机构，专门收容人家医院不要的末期癌症的病人。主持者是一个神学博士，叫安威格摩女士，她非常慈悲，就照顾人家不要的这些病人。那到疗养院中间，她鼓励给他吃小麦草汁，1天喝4杯，居然发现这个癌症居然会改善。她禁止病人不要吃肉。然后喝这种偏碱性的小麦草汁，使血液的体液由酸变碱，居然可以阻止癌细胞的繁殖扩散。那关于这种论点，最早研究这个小麦草汁里面含有麦丽素的这个过程，我要
举一个人，最早写在文献上是藤田木这位博士，他到德国留学的时候，观察到在莱茵河很冷，在寒风之下，只有麦子可以这样活力的长出来，所以那时候认为，这个小麦草一定有什么特殊的特异功能，还是什么成分使这个在很恶劣的环境竟然可以发芽生长。后来荻原益秀医师把它发扬光大，进一步研究，哇，小麦草这里面的麦素这么多的成分，还有 SOD 的成分，还有抗癌的成分，一一被研究出来。所以小麦草是目前是提倡生计饮食的一个很基本的里面的材料之一。那改善饮食，吃蔬菜水果，改善免疫力，而使癌症病情大概改善的例子真的很多。那外国的也有这种报告。1988年，这位教授哈洛德·福斯特教授研究了200个癌症患者，发现，怎么有200个癌症患者病况怎么改善的那么快？真的改善的很快。重新一个一个去调查，到底是什么特殊的药物或什么让他癌症改善呢？结果发现并不是这样，改变饮食而已。他发现90% 的这种癌症突然好转的病人改善饮食，怎么改善呢？不吃这些，吃全素，不吃很酸性，刚刚列过，糖是强酸的，白面是中酸的，不吃这些酸性的食物，还有过度加工的食物。那台湾也有这种例子，发表在一些报章杂志，我把它列举在这边，有名有姓。第一个是一个张姓得肺癌的患者，他在公卖局工作，他当时得到肺癌很恐慌，不知所措，而且早期医药又没有发达，大概医生都跟他讲死路一条，怎么办呢？还有他的同学姓魏，任职于台中县长黄顺兴的机要秘书，跟他介绍一个好医师，这个好医师叫做吕格令。吕格令博士，他是1949年到1955年马偕医院的院长，后来移民到美国。他那时候治疗这个张姓的患者，肺癌患者，劝他要改变饮食，因为吕博士也深信，癌症通通是酸性体质，累积了很多不好的毒素在体内，改变了细胞的酵素的问题。他给他的处方就是吃绿藻。因为我们叶绿素多的就是偏碱性，吃菱角汤。经过了5年，这个张姓患者的肺癌渐渐的萎缩，在经过了40年了，已经40年了，他把这个讯息写出来，而且把这个写信告诉移民到美国的这个吕博士，真的真人真事。后来他把这个方法告诉另外一个患者，台中省立医院的陈天寿先生，一样得了癌症肺癌，一样照这样做，肺癌也改善，这是真正的例子。那我在临床上也遇到这种实际的例子，改变饮食，病况真的好得很快。这是一个72岁的男性病人，清水人，来找我的时候非常严重，挂急诊。经过电脑断层检查是末期癌症，而且合并癌症已经长得满肚子都是，而且整个肚子都胀起来。光从那个 X 光片跟电脑断层，大概这个没有办法切了。我估计大概这样摆下去2个月就会死亡，最多。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整个肚子都胀起来。经由家属、病人同意，我说开进去试试看，看看不能把你改善能吃，因为不能吃，整个肠子都堵住了。所以我跟他开进去，跟大家简介一下他的病况。主要的癌症是在大肠很大的一颗，可是不止这一颗，他那个已经都到处转移出去了，整个肚子通通是癌细胞，到处蔓延，而且到处堵住，很多节的肠子都堵住。那这种情形，整个切掉是不可能的。那我做的手术就是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前门不通就走后门。
台中港路不通就走青海路，就是这样。胃不通，我就胃跟小肠跟它连起来，让它吃的东西可以进到不经过这里堵住的地方，进到小肠。然后发现，小肠这边又癌症又堵住又不通，再找一条路，小肠接小肠，再移过来，然后到这边发现，哇，这边好多癌症，没有办法过去，就把小肠拉到大肠，一个好的地方把它吻合，让吃的东西可以这样这条路跑到大肠，然后流到这边，发现骨盆腔出口炎一大堆癌症，早晚那边会掐死，解不出来，只好往倒退。开个隧道出来做人工肛门，这个病人就是这样的手术，把胃接小肠，小肠接小肠，小肠接大肠，大肠人工肛门，其实是一个手术，里面有四种手术，还好开完刀没有出差错，没有 leak， 病人可以开始进食。那时候我就劝他，你一定要改变饮食，吃那些生机饮食那一类的，先这样，因为很虚弱，先用喝的。可是不可思议，真的是如此。他改变饮食，喝这些我教他的这一类的饮食，病况一天天改善。原来我预期只能活2个月，每2个礼拜来看一次门诊，都一次比一次进步。第一次门诊、第2次门诊还很虚弱，到了满2个月的时候没有死亡，体力已经恢复到还蛮不错，可以自己走路。3个月更好，4个月更好。5个月已经好到可以开车，6个月几乎可以跟一般是不能工作，但是生活自理都可以了。可是这个病人到第7个月的时候还回，王主任跟大家不要这样吃，可是这个不是很好吃，他又不相信，又没有吃这些东西，又开始恢复以前的饮食习惯。从开始恢复饮食习惯，病况恶化的非常快。在前6个月都很好，第7个月走下坡，第7个月就死了。不过因为这个改变饮食的确让我看到延长了这个病人的寿命。那讲到这边，很多人很多疑问：不吃肉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吗？以下我用一些数据来给大家佐证。蛋白质，很多人说蔬菜水果哪里有蛋白质？你只要从种子食物去摄取，我所列的这10几种的植物属性的营养，绝对胜过牛肉。因为每100公克的牛肉的蛋白质含量大概是18%，我所列的这些东西都超过18%，每一样都比牛肉还营养，所以牛肉不会比牛肉更差的。又何况国外也有这种研究报告。国际的这种组织研究，绿色食物跟没有加工的种子植物、谷类所含的蛋白质，通通比动物性的蛋白质，奶、蛋、牛奶都来得好。德国的研究是这样，非常肯定，植物性蛋白质一致比动物性蛋白质好，所以没有这回事，不会因为吃蔬菜水果营养不好。钙离子，很多人反驳小朋友吃了会发育不好，钙不够。我所列的这些种子性的植物，钙离子都这么高，哪一个不够呢？有人说吃这些东西会贫血，没有铁剂，那个是好小的，没有这回事。你看我所列的这些紫菜、花生、黑芝麻等等，铁剂都非常的高。问题你要会吃，真的要会吃。不能说早上喂前花瓜，中午喂前花瓜，晚上喂前花瓜。你只要这样吃的话，当然会营养不良。真的，吃蔬菜水果的人比较健康。从刚刚我讲的日本人的研究种种，张博雅的研究，这是张博雅的 paper。他研究胆固醇，他曾经报告这个数据，吃素的158。常常吃肉的比较高，胆固醇真的比较高。眼底网膜，我们要看眼底来看，我们血管硬化真的可以从眼睛里面看。素食者16%，常常吃肉的高达2倍多40%，比较容易血管硬化、骨质疏松。吃素的18%，肉食的将近1倍35%。
所以关于这个议题，骨质疏松，大家都很错误的以为钙不够。从来我们台湾人的饮食钙绝对不会不够的，是因为钙流失太厉害。钙流失是因为酸性体质里面的酸过多，需要你体内很多的钙来中和。那你体内的钙最多的、最直接的就从你的骨头搬。所以蛋白质、肉类蛋白质过多的酸性体质，就是骨质疏松的最大元凶。同样的意见，大家可以去查美国新世纪饮食观 Robinson 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摄入腺癌跟动物有关，增加3.6倍；心脏血管疾病也有关。吃素的大大的降低90%，中风可以降低22%。这个都是说明改变饮食，你一定会比较健康。最后，改变饮食只是个人健康的问题，比较健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列给大家看，就是环保的问题。饮食跟环保怎么扯上关系呢？听我以下分析。我们这个饮食习惯，人类的饮食习惯真的对地球的环境影响很大。我是根据这个学者报告列给大家看。他说我们现在为了吃肉嘛，生产肉类的过程，大量的误用我们的谷物，误用了我们的水，误用我们的能源。怎么误用呢？谷物真的超级浪费。我们种出来的谷物，在全地球有40% 是给牲畜、给牛羊猪这样吃，在美国有70% 也是这样花掉。水污染怎么污染呢？在牧草撒肥料的污染产生硝酸盐，还有这些动物的污水里面，那些粪便里面有硝酸盐。硝酸盐是致癌物质，污染了普遍的水源。水源污染的得癌症比例高。第3种污染是空气污染，全球统计起来，所有的牲畜解的便便高达3000万公吨这么多。这些阿莫尼亚放到我们的地球里面，会产生酸雨，森林会渐渐死亡，温室效应的后果会来到。还有水资源、能源的消耗非常大，怎么会消耗水呢？事实上，我们这个地球可用的、可饮用的淡水越来越少了，可是却消耗在养殖业者。水资源的消耗算给大家听：从一个小牛养到1头牛可以宰的话，每天需要吃的牧草换算成每天需要灌溉的水。养1头牛需要一辈子要等一个水，等一艘驱逐舰可以浮起来那么多，换算成重量好了，1磅的牛肉生产需要耗掉2500加仑的水，2500加仑是一个家庭1个月的用水量，这么浪费。另外，能源的消耗也很高，因为生产肉类的所消耗的石油是可以跟大豆比起来，你看1磅的牛肉可以生产40磅大豆的，同样的一个能源是这样。另外，我们生产肉类要运送制造比较重，这个能源的消耗是谷物的10倍大，所以能源的消耗真的是水的消耗就是这样。其中最重要的，我们的确研究出来，90% 的粮食白白的浪费掉。我们粮食这个人类的人口一天一天多，没有饭吃的人多得很，我们却这样的糟蹋。算给大家看，今天假如同样的一块土地种出来的谷物可以养100人的话，今天大家不喜欢吃谷物，把这些谷物拿去喂牛、养牛，吃它的牛肉，吃它的牛奶，喝牛奶、吃牛肉，这样的情形大大的降低，因为这个是食物链的关系，只剩下可以养30人。今天大家不喜欢吃牛肉，假如全部去养鸡，吃鸡肉、吃鸡蛋，这个产生的营养只剩下12人。养猪最划不来，因为猪很会吃又不长肉，第2点又没有猪蛋，第3点又没有猪奶。你假如去养猪的话，只剩下8个人，所以真的划不来。所以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
尽量不要这样浪费饮食。为什么呢？其实粮食的浪费真的是糟蹋了，糟蹋了什么呢？我们研究统计，美国人只要一年少10%的肉类就好，跟着它10%，那就会多出好多五谷杂粮，多少呢？1200万公吨。1200万公吨一年可以让6000万人不会饿死。我再举一个例，麦当劳汉堡那一块汉堡，半磅的牛肉，半磅牛肉需要多少谷物的？那些谷物把它收集起来，可以喂40个儿童，第三世界儿童很可怜，没有饭吃，就像这个一样，在地上捡东西。第三世界的儿童，联合国组织已经统计，一天饿死的儿童，第三世界一天2万多人，一年700万人饿死凋血。像这种可怜的小孩没有饭吃，一年700万人饿死，你去看那个联合国的统计。所以今天来跟大家报告，怎么能吃得高枕无忧呢？请大家记住这个表。你喜欢这样吃的话，越红色的你就等着生病。文明病的原因真的是饮食不当，高动物性、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高钠的饮食，这种饮食一直吃，会让我们血液变质，会产生酸性体质。进一步，我们的肠道细菌会改变，我们细菌会不平衡，最后会免疫下降，产生疾病，最后会产生癌症。关于癌症，我最后用一个影片来跟大家解说，回顾一下大肠癌。我们人类会产生很多疾病，我们不管是男生、女生，身上的细胞好多种，像肝癌、乳癌、膀胱癌、大肠癌，通通会变性。那今天我用大肠癌的例子跟大家讲，这个大肠癌尤其真的，我估算，我们现在最多的是肝癌，肝癌是跟病毒有关，我们已经打乙肝病毒已经打了20几年了。有一天病毒这个遏制掉的话，由饮食引起的这个大肠癌会是我们台湾最多的癌症，甚至世界上最多的癌症。所以现在世界各国普遍往这边研究。我们这个大肠癌的产生的确跟饮食有关。刚刚大家已经看过这个影片，每一个洞布满的一颗就是一个大肠的黏膜细胞，这是它的腺体分泌粘液。这个大肠癌每个表面，我刚刚有电脑放给大家看，这个表面会接受很多我们吃进去的饮食的分子，会进一步影响到里面的 DNA。怎么来的呢？再继续看下去，我们 DNA 的分类，我们 DNA 的 copy 就是细胞变1个变2个，2个变4个的这个过程。这种分裂的过程会受到我们饮食影响。底下的影片就是在解释这个。我们表面上细胞的表面会接受很多我们吃进去的很多很杂的这种分子，其中有一些致癌分子真的会引发一些分裂反应。那这些分子的形状都是现代医学、生物科技的进步，真的研究出来，整个过程就像是这样，一个分子影响一个分子，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且会把这个讯号传达到一个蛋白质接一个蛋白质。这些影片都在说明一些酵素的运作过程，它会把讯号传过来，一个蛋白质卡上去，再卡一连串的，最后交给这个讯号，这个讯号就乖乖的往细胞核跑，经过我们细胞质，跑到我们的细胞核里面，跑到细胞核里面，这个细胞核的膜进去以后，会影响到很多 DNA 的那个酵素的作用，这些一颗一颗都是酵素，它会来解开这个 DNA 螺旋状的构造，把它解开。那有一种叫做立体转换酶的这种会卡上来，然后把 DNA 拆掉，拆成2半，拆成2半以后开始复制，我们细胞就从此开始分裂。
那正常的细胞是有寿命的，虽然它会老化，长到一个程度它会死掉，虽然是分裂，可是有的细胞自动会死亡，像这样破掉。像这个细胞生命到了有周期，它会死掉，这个也死掉。可是我们有一些致癌物分子卡上去的时候，像这个癌细胞产生的时候，它就不会死亡，一直在分裂，一直在分裂。癌症就是这样，一直长，一直长，所以大肠癌就开始长大了。这么小，刚刚算过100万个癌细胞就是这样。这个长好像怪物，长到一个程度，这个时候它会进一步作怪。怎么作怪呢？你看。它这个会找血管，我刚刚讲过，这个癌细胞进一步会通知血管长进来，因为它的挨饿，这个分泌很多分子，这个血管细胞乖乖的血管就长上来了，来营养这个癌细胞，这个就糟了。一旦有这个营养细胞来影响这个癌，这个血管长到这个很小，大家看起来很大，100万的不过是这样而已。这个新生血管一直长，一直长，这个癌症就不可收拾。长到一个程度，这个癌细胞会掉下来，像突然有一个癌细胞就跑过来了，会钻到这个血管里面，开始会转移。像这两个就想进去，就跑进去了。跑进去里面以后，所留来的血管就开始。那在这个过程，我们免疫系统就来攻击，免疫系统会把它一个个杀掉。可是你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完全杀掉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漏网之鱼跑出去，像从这边大肠蛇跑到什么？一直跑，跑到肝脏去了。大部分的大肠癌都死于肝脏肿瘤。跑到肝脏的时候，它会跑出来，从肝里面的细胞跳出来了，开始转移，在这边落脚了，开始生根了，变成滩头堡，就开始复制。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发现肝脏长，常常会打一些抗癌药，这个绿色的就是抗癌药，早期还有效，可以把癌细胞杀掉一大堆。抗癌药打下去的时候，癌细胞真的会杀掉一些，可是癌细胞也不是省油的灯，它自己，我们癌细胞杀的就是破坏它的 DNA 的合成，它自己会修复哦，癌细胞自己会找活路出来，自己会像这抗癌药把它破坏了，它自己会修复哦，这个 DNA 会把它修复起来，又粘起来了，粘起来以后，癌细胞又继续长。然后虽然你杀掉了很多癌细胞，癌细胞自己找活路，又开始长了。虽然一些抗癌药打得有效，可是会留下一些抗药性的癌细胞继续长大。所以癌症很难治，就是这样。最后肝脏里面的肿瘤1个变10个，10个变100个，变1000个，就一直长。那另外，我们在肠道的早期的癌细胞，经由新生血管，它一直长到一程度，就不能控制了。那乳癌也是这样，其他的癌症通通是走这条路。那这个电脑动画就是告诉大家，饮食的确影响很大。饮食的正常，这是一个抗癌药来破坏癌症的过程，给大家看。同样的，我们饮食也可以这种成分。我们饮食，你看很多免疫蛋白、免疫能力，像灵芝类的，或者是最常见大家劝大家巴西蘑菇，它的确可以产生很多的抗癌的物质。它的抗癌作用，好像这个动画解释，它是一种蛋白质，结合这个使它增生的那个位置，把它 block 住，使增生因子没有办法长，那癌细胞就很容易的会萎缩下去，甚至会攻击我们免疫系统会启发，会攻击这些癌细胞。那这些癌症真的是靠提升免疫力来得到治愈的。我常常讲，恢复提升免疫力是最大的治病的系统。那有一些免疫系统可以破坏这些新生血管，把它破坏掉，癌症没有的新生血管真的会萎缩。所以一来一往，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例子，改善饮食，癌症好得很快；不改善饮食，癌症就一直来了。这些都是攻击癌细胞最好的那个，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免疫细胞。给大家看免疫细胞，这是打化疗的过程。我们提升免疫力，
又打化疗，真的我临床上观察起来，真的效果是最好的抗癌。像这种细胞就是 block 这些 DNA 的合成，让它不要合成，那癌细胞就一个一个死掉了。癌症的消灭真的是要靠这些东西。那这些我们可爱的免疫细胞靠过来的，这是我们的步兵，一靠过来，分泌很多抗体攻击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细胞就破掉，一只不够，2只、3只，整个免疫细胞过来，战胜癌症真的靠这个免疫系统。你看免疫细胞过来的，这些请大家一定要改变饮食，真的癌症才会好。这是我语重心长的劝大家一定要这样做，癌症要好一定要靠这个。最后我一个小结论，劝大家，我们一定要改变饮食习惯。我们现代人不需要再吃那么多肉。我一定要劝得癌症的病人，真的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我们吃蔬菜水果真的不会不营养。刚刚我已经列了好多的表，佐证这个事实，而且会更健康。我们假如这样做，我们不仅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可以预防癌症，而且刚刚讲过，对环保也很好，减少地球的污染，改善地球的环境，又可以多出好多的粮食来援助国家。所以今天跟大家告诉大家的，这是一个理念，很简单的，只要改变饮食，你看有这么多好处，是不是一举数得呢？谢谢各位的听讲。我们非常的感谢王医师讲得非常的精彩。各位我们市民觉得王医师讲得好不好？好。谢谢。好。那我们王医师讲得这么精彩，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就是王医师呢，他特别的开放的时间，要让我们亲爱的市民们来问一些医学方面的问题，怎么样吃才会健康？包括很多的肾脏病患者，我们家人一些糖尿病患者要怎么样吃？王医师呢，他讲得这么精彩呢，那我们等一下呢又有问答哦，希望各位你们稍安勿躁，请先在做一下啊。那在我们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有一些呢跟市府结合的这个活动呢，在这边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我们这么样精彩的活动要推广，各位你一定很想要让我们家人呢也同样能够听到这一场的讲座。那又怎么样能够得到这边的资讯呢？那就是说我们跟市府的网站做了结合。所以如果说你们需要这一相关的这个医学讲座啦，一系列的资料啦，防癌手册种种，我们呢在市府这边呢，我们一切的活动呢，网站上都有登载上去啊，跟我们这个联山基金会有做一个连结。所以呢，你们需要相关资讯都有，还有我们呢也有制定很多的 VCD 很多的资讯呢，小丛书呢要送给各位结缘啊。那接着我们再报告一下呢，跟市府的合作方面，像我们会一直的推广我们的健康医学讲座。如果你们这当中呢有很多的团体想要申请呢，请你们跟我们这个林延生基金会呢做一个申请，电话是0422321588。等一下，我们问题请等一下。接着下来呢，我们第二个方案就是说，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要推广在我们市府所属的机关、学校呢，我们看能不能够每周来制定一天的办理健康高纤蔬果餐给学童呢，我们的下一代扎根，让他们身体能真正得到健康。接着下来我们的方案就是说，我们邀集的全省像台中市呢，我们就邀了100多家的素食餐馆做打折的活动，响应我们这个我们4月7号是这个全球的健康日我们世界的一个健康日。那我们这一系列活动，我们会推广到5月份、6月份。都有陆续很多的素食餐馆加入我们打折行列，让各位呢能吃到又健康又便宜又好吃的素食餐。那还有就是呢，我们的第4个方案就是我们跟市府的网站结合这一点那接着下来就是
我们还在4月5号到4月7号呢，就是世界健康日是最后一天，我们办理3天的蔬食文化活动，我们鼓励市民呢吃3天活力、元气、健康餐哦。那我们是要强化市民预防重于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饮食的观念。那我们会举办园游会，那至于地点呢，会在我们的网站跟我们的新闻媒体呢，我们会发布这个记者会，那我们会把这个消息呢公布给民众知道啊。那你们可以到时候我们可能在雅各花园或者哪里办理非常大型的园游会的这个活动啊。那有请我们市民呢共同来响应我们新世纪蔬食文化健康活力在台中的这个活动啊。那好，我们紧接着是最精彩的啊，就是我们要跟王医师请问很多的一些问题。在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的义工在两侧呢，要传这个我们红色的这个纸条给各位呢，让你们呢来响应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你想要吃1天也好，3天也好，7天也好，乃至你觉得这样的健康饮食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你要终身都这样的吃的话，也可以啊。请你们写下你们的名字，或是你如果方便就留个电话，方便我们呢通知你们时间到了要吃这个健康饮食素食了哦。那这个我相信各位听了王医师的演讲之后，一定很想要速看哦。那我们现在我们开始了提问，各位来宾，你们有来问想要问王医师这个有关于健康饮食？后面很踊跃哦。我们那个义工先生是不是把麦克风送过去？请问一下除了刚才说吃这个都是蔬果以外如果在平常都是一些柠檬或者是酸梅的话，它对于健康有没有帮助？谢谢。非常的好。我是鼓励日本人有这样1天1颗酸梅，真的很好。今天的1颗酸梅、乌梅真的对身体非常好，尤其是那个乌梅醋、酸梅醋那个更好，真的对健康很好。你长期吃真的很健康，没错。这个醋吃起来酸酸的，其实是碱性的碱性的，好，有助于我们酸碱中和。还有哪一位要请问医师？王医师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请问王医师，就是现在大家处于这种高污染的环境，那如果我们去市集买一些蔬菜水果回来，还有喝水的品质要如何改善？有几种方法？谢谢。你讲的是农药污染嘛的确，台湾生产蔬果，有机蔬果真的比较少，所以怎么自求多福呢？大家一定要尝试比较高农药污染的玻璃当加的多的那些，尽量不要吃。一定要吃的话，请买有机的。那万一回来怕有农药，要怎么洗呢？有几种方法：清水的冲洗、臭氧的解毒、加食盐、加苏打水，通通是方法。就是把它稀释掉。最好还是请我们行政院农业，现在是农业部是不是？还是鼓励我们台湾的农民精致化，大家一致来种有机的蔬果、有机的米等等，可以卖好价钱。大家也不用吃那么多精致的农业，这样一举数得，不要再撒那些农药了不要再进口那些农药，有机耕种，鼓励这样。那这个是属于另外一个部门的努力，真的要提升全台湾的健康，还不只是这些，自来水也很重要我们自来水的那个加氯也是很不好，那也会产生致癌物质等等很多方面，不是一个方面。但是饮食最重要大家都是吃到肚子里面去。是我们上一次的场次就是我们农业课的科长有教给我们的方法。他说怎么样去农药呢？他说先把蔬果泡在那个温水里面，蔬菜水果泡在温水里面，泡完之后再用大量的冷水，冷水的大量冲就可以把农药去掉，因为它温水会把农药溶解。提到这边我要补充，加温水就是把那个农药溶出来，然后加冷水再把它冲掉。
那至于自来水，的确里面跟有机物会产生三氯乳化物这种致癌物质已经证实了。三氯乳化物普遍存在我们的自来水里面，但是加温煮沸可以把它蒸掉。要加温多久呢？煮沸以后，盖子一定要打开。你盖子不是要滴回去了吗？盖子打开8分钟，实验已经证实7分钟都不行，8分钟就不见了哦。请大家这样做。我们那个温水瓶一直闷着这样不好，一定要打开盖子比较好。温水瓶不是闷着吗？吃自来水的市民要注意，一定要打开8分钟。那问题煮沸8分钟，那水就出一半，也是麻烦啊、所以要这样的一些应有的知识来解读解读。好，谢谢啊。那我们很多市民可能会很担心，你说我吃一天，好像我家的人不跟着我吃一天，那怎么办呢？你们可以从吃早上那一餐开始哈，你只要吃3餐呢，就等于1天呐，你也可以这样子点哦，给大家方便哦。那还有没有怎么样的问题要请教医生？我们这边有一位他请教说，他的先生死于肺癌，那么又有亲戚死于这个淋巴癌，那家里还有很多他的东西，这样会不会传染呢？癌症不会传染，不会。癌症不是这样传染的，癌症是致癌物质，不是传染的，不是经由什么动物病毒，不是。它要很长的时间酝酿。好，这边还有。王医师，请问就是如果说那个钙那个流失的很厉害的话，那现在要从植物里面能够补充吗？你刚刚没有注意听，刚刚有个表，给你看一看，这个表在这里，含钙的在这里，这么多食物的钙离子都很高，请照这样吃，不见了，这么多东西，黑芝麻最高第1名。太多了，可以吸收就是了。是的，没错，钙离子一定够的。好的，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说荨麻疹的患者，那他也常常会胀气，这要怎么样吃呢？我觉得，好，我们一个一个讨论。胀气是你的自主神经、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失调，蠕动不好。那最重要是长期接受的我刚刚讲的那些菌种不对的毒素，那里面又产生很多刺激黏膜的东西，所以长期胀气的话，细菌会累积。那最常见的都是产气性的细菌，都是不好的细菌。所以总归一句，就是你的15兆细菌出了问题，要改换一下哦，也会造成你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很多荨麻疹。所以荨麻疹是因为你肠子的问题，我可以笃定的跟你讲，你的细菌一定出了问题，所以有荨麻疹、有胀气的症状，整肠一下就好了。培养好菌，不要再吃抗生素。你说我怎么有吃抗生素？肉类里面普遍存在不好的抗生素，长期的吃，菌种都跟你改变掉了。这个改变回来要花一阵子哦，不是马上可以那个哦。所以饮食一定要改。那要快速的话，我的处方都是这样，我都会给病人喝那个比较强的泻药，像我们要开刀的病人，要准备肠道或者做大肠镜的病人喝的那种泻药，一喝通热，清洁溜溜，把那个脏的大便清掉以后，从此一定要改变饮食。你再继续吃肉没有用，请改变蔬果。快的话再吃细菌，吃好的细菌，像AB 幼乳、表辉明。那台湾有很多生物科技公司有生产本土的台湾人适合吃的细菌，1汤匙2亿只。那15兆的话是15万亿，你要吃75000汤匙。其实不是这样，吃进去会一直复制，所以整个饮食我要完全改，大约几个月后你病况就会改善了。所以还是要从饮食根本的改变，不要再吃毒素进去了啊。这边还有一位女士要请问，这位先生好，先请。
那王医师你好，那个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说，吃素的普遍会缺乏维生素 B12，就有一些动物里面才有的，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吃素现在就是要讲究，最重要就是要生机饮食嘛，生机饮食要尤其是生食，那是不是有一些像我本身有气喘，我就直接问了，就是气喘的人吃这样子生冷的食物，适合吗？谢谢。好，第一个问题，大家都会说 B12缺乏，B12这个东西只要微量就好了，不需要天天吃。但是素食里面大部分没有 B12是没有错的，但是有几个有，我来讲一点爱加，枸杞里面很高。你只要1个月吃1次就够了，枸杞了，知不知道？还有一些中草药里面也有，像免惊。我吃45年，你看我像贫血的样子吗？像，从来没有补充。我可以跟你讲，我15年来没有吃任何的维他命。我跟你讲为什么？平常食物是很均衡。第二个，我刚刚不是讲了吗？我的大肠天天跟我制造维他命啊。第二个问题是。的确，蔬菜水果是偏寒性的、凉性的。你假如是寒性的体质，当然是比较寒性的体质就是副交感神经亢进的。简单的解释是这样，所以最好要综合。那我们植物属性里面比较温的、热的，就这几个，就是种子性食物，麻油、姜这些要补充种子性的食物。那榴莲是第1名。所有热性里面，第1名就是榴莲，第2名就是龙眼、洛梨这些。你要这个有书看，自己要拿书来看，自己适合什么体质，适合什么食物，自己要搭配。那一般我们蔬菜水果人都会加姜姜就可以了大概是这样。姜是很好的东西，3不5时摇一摇，真的可以预防感冒。姜这样会不会吃？你会不会调配？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我们王医师他不是只有看起来没有贫血而已他的那个皮肤他那个气色都是我们这边的女众最羡慕的，对不对？我们的皮肤都没有他好他常跟我们讲，那个皮肤就是我们肠胃的一面镜子。你肠胃好你表现的气色一定很棒。脸部就是大肠的镜子。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吃一些坚果类的酵母很容易放那个臭臭的那个瓦斯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吃什么？他说吃一些坚果类，但是豆类那一类的东西会很容易放屁。那个是豆类里面的蛋白质被我们体内的细菌代谢。我还是讲一句话，虽然是蔬菜水果。蛋白质的量不要过多，我们都鼓励低蛋白，蛋白质真的不需要那么多，适量就好。你吃过量了，假如还有继续这样的话，也许要吃一些不一样的，建议吃一些细菌吃一些那个，现在市面上有 T cell 那种，那名字叫 T cell 那个本土型的那个乳酸菌，还有 bifidus菌。不要吃日本的，吃其他国家的进口的细菌，吃自己的细菌，整肠一下，改变一下生态，改变一下你大肠的菌种。好的，谢谢王医师。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有乳房良性纤维囊肿，半年检查1次，那像这样的话也要吃素食吗？这个是一个健康的观念就是说，我已经跟你讲。你假如要吃肉的话，从国际上的报告、国内外都跟你讲，的确长期下来对健康不好。那你说不吃可不可以？当然这是自由看你爱不爱惜你的健康。很多证据显示，真的，你吃蔬菜水果真的是长命百岁，不用花很多钱。我的健保卡只盖过2格到现在。从民国85年健保只盖到 A2， 新的都没有用过。王医师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植物性蛋白质是不是优于动物性蛋白质？那个不是有幻灯片吗？
美国的国际的报告跟德国的确优良，比那个蛋白质还好。好的，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自体免疫病的人能不能吃木树芽？这个应该可以吧？因为自体免疫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出差错了，你的杀手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攻击自己的那个，就是你的细胞的表面的那些基因那个接受体被改变了。啊，当然这个很复杂的那个很深的那个道理，但是普遍你只要改善饮食，大都会症状改善的啊。建议往这边做。好，王医师，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小孩才12岁，有异位性皮肤炎，要怎么样从饮食来改善？这要怪妈妈，因为你小孩是牛养大的，大部分都是吃牛奶。我跟你讲真话，婴儿生下来的时候，妈妈不自己养，不吃母乳，从肠胃道免疫系统建立开始吃很高量的蛋白质牛奶，牛奶里面有很多的过敏物质，你的免疫系统就这样建立。这个我有标准答案，大概是牛奶惹的祸。哦，王医师的资料非常的齐全，什么样的问题都考不倒王医师哦。牛奶是补还是毒啊？美国畜牧协会的那些广告都不实在。美国小科医师美国有一个反对牛奶联盟，牛奶是致命的那个，为什么呢？近几年来牛奶的生产过程，药物污染、生长荷尔蒙、抗生素，还有牛也不是吃素的，牛吃自己的同胞的尸体，你晓不晓得？台癌骨的剩余物质、内脏嘎嘎，放在饲料里面给牛吃，这种违反自然生态长出来的东西，生产出来的牛奶，你说会不会变质？美国小儿科医师已经很多负面的报告研究出来，现在很多病都跟喝牛奶有关，过敏体质等等，这些都是。请上网去看，我个人是不吃的，所以过敏体质很多是这个原因。从小不知道，一直吃，因为牛奶里面很多酪蛋白，很多高量的蛋白跟人类没有关。你的小 baby 假如是小牛的话，当然可以吃牛奶。问题你是人类，请鼓励喂母乳，请各位妈妈要负起责任，要自己喂小孩。刚刚有讲了，尽量不要漏食，那些毒素会 pass 到你的小孩去，真的是如此。请大家回归自然，因为我们的牛奶的生产过程违反了自然了，因为这是养殖业者的手段啊。那个狂牛病就是这样的后遗症啊，牛的骨头嘎嘎变混合骨架，牛的骨头搅成粉，放在饲料里面给牛吃。过敏体质请改变过来，蛋白质异类太多了，接触太多了，在养成免疫系统的过程出差错。好，谢谢王医师。因为我们时间上也差不多了啊，我们最后一个题目啊，那其他如果说我很抱歉，这边还有很多题目没有办法回答，那就是说可以跟我们王医师联络，或者说上我们的网站，如果我们可以回答你们这些问题的话，欢迎你们的上网来查看。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有这个大肠癌那已经有一阵子了，每天都喝蔬果汁，竟然有胃酸逆流的情形，这是为什么？想过寒性的了。大量的吃生机饮食，副交感神经会亢进，会松弛，胃液好时会松掉，逆流。所以有时候中庸之道，不要一直这样拄好了后，不能一直吃寒性体质过度。那是因为你一个药物，我觉得是中庸之道王医师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应该配合姜对，真正的生机饮食的配方不是这样有它的那个，不是只喝蔬果汁而已，不是只有蔬果汁很寒就练了，没有错。还配合坚果类吃嘛，就可以让身体不要那么要平衡平衡。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的感谢啊，我们各位贵宾以及各位来宾的光临。那我们为了结合我们新年文化的这个新世纪饮食观呢，我们要推广健康活力的素食呢，而且我们还是为了要维护地球的环保，这是我们这个活动呢的宗旨。为了我们自己跟我们家人的健康呢，为了我们祥和的社会呢，我想我们国人应该积极的去追求这个科学医学的新知啊，饮食的新知，来了解我们21世纪啊素食文化的新观点啊，以我们高纤、高蔬、高能量、有机、养生保健的素食文化，我们向这边迈进啊！那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市府一起哦，我们向这个健康活力的台中市迈进，好吗？好的，那我们谢谢各位的莅临。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摄影记者啊先生们，还有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会场呢提供我们饮食，还有一些健康的有机的食品，那非常的低廉的价格呢，在旁边做了一个义卖。